Hello，这里是肖恩队友，欢迎来到第5个技法，就是变形。不知道大家跟不跟得上来啊？因为上一节课这个触发呢，案例上可能较为困难，因为我用了红色的这个颜色，可能让大家引起警惕啊，它是比较难的啊。然后这个变形这一章呢就稍微容易一点，我又用回蓝色了，这是颜色的奥秘啊。在动态设计里面的变形，它用的特别多，比如说从一个方块变成一个球，或者把一个球扭曲成其他的形状，是吧？然后呢，此次案例呢，我们做的是水晶腰花，就是用的是动力学，用动力学的这个柔体让它自己膨胀起来，这样的话就方便大家去理解。为什么说 CAD 是动态设计师首选的软件呢？因为在 CAD 里面有非常多的快速变形器、效果器，还有动力学。当然 ，CAD 还有非常强大的动态图形的模块，能方便的把图形进行位移变形、旋转等。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一个案例呢，就除开变形，我们之前用上节课的这个想法，加一个触发的一个动画，一个前摇动画，然后让一个前摇动画接我们的变形，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变形有一个逻辑在，就是前面原来是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再变形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做变形，然后我们再加前面的这个触发动画。好的，还是我们来到我们的老伙计 CCD， 我们还是做一个方块吧。那么我们这次呢就不用CD 里面的这些效果器来做我们的变形啊。第一呢，如果要调好看的效果呢比较难。第二呢，我有 N 久没做过这个变形器了，所以我教的话估计不太合适，怕教的不好。好，那我还是用动力学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给大家玩一玩就好。好，如果我们要用动力学把这个方块变形呢，我想的是，我想把这个方块像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起来，那么它就变形了，对吧？那么首先右击，我们找到我们的Simulation Text， 然后找到 Soft Body， 就是柔体。柔体的话，它就会把这个物体变得像枕头一样，像橡皮糖一样那种感觉。我们播放一下。当你播放的时候，那我们先播放一下。它就下落了，对吧？因为我们有重力，所以它下落了。但是我想要的情况是，它像在太空中漂浮了一样，就周围没有重力，那怎么办呢？按照 Ctrl 加 D， 我们把这个重力改为0，这 gravity 就重力的意思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它就不会动了。接下来呢，因为是柔体，你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跟它产生碰撞，那它也不会像橡皮糖一样的反应，对吧？你就把一个东西丢到太空中，它也不会有任何反应。接下来我们就想给它内部一个压力，让它像气球一样的把它吹起来。那么该怎么做呢？我们找到我们的柔体的这个部分 soft body，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找到 pressure 就是压力的意思压力是0，你稍微往上面调高一点它的数值越大，就感觉在里面打气打得越多。比如说我们打30的气，没反应，打3000的气，因为咱们这个方块它不怎么变形的原因，是因为它只有这几个点如果你是个要变成像球的物体这样的物体的话，你可以看球有多少个点，它的点特别多，像球体。因为像三维软件或者3维的模型它的点越多，它的形态就会变化的越细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方块的点变多一点。那么方块点怎么变多呢？好，它这里有 XYZ， 我们把它变多一点就好了。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线模式，看得更轻一点现在就没什么点，把点变多，比如说555，那它的点就变多了，它有这么多点了。我们再播放一下，一下变得这么大，是吧？因为我们给了3000的这个打气我们不要打3000，打30就好了。那它就小一点，丢30也不够这就打50吧。先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然后呢，它这里有个structure 的话，如果你的数值越大的话，它的这个边缘就感觉就会越硬的感觉，就很难被吹起来。我们把 structure 减低一点，比如说这个10，那它就比较松一点它的反弹就会比较猛一点。当然，你还想把它变大一点，你还可以调。它这里有一个叫 resilience 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比如说改成20，它就变小了。当你把它改大一点，比如300，它就变大了这个 resilience 呢，其实有点像，就是它的这个边缘的这个
边缘的这个怎么说松弛程度。当你这个数值越大，就表示它边缘越松弛，所以你吹气它就吹得越大啊，这个意思啊。好，那我就还是改成150吧，稍微让它吹大一点。还挺好玩的。好，接下来呢，其实我想的是，如果我让它一个方块变形了，但是我想让它变形之后呢，它的这些表面啊，有被风吹过的感觉，它表面就会这样子抖动啊什么的，还挺好玩的。那该怎么办去加这个风呢？我们找到 simulation， 它里面有个 particles 粒子，粒子呢，它这里有很多这样子的物理的模拟，比如说有吸附呀，有这个重力呀，有这个旋转，还有这个这个方向性的风，还有这个环境性的就是各个方向的风。但这个一般在这个术语的叫湍流啊，我们就用这个湍流点一下，点了以后我们播放一下，不明显没关系，我们调大一点，比如说500，才开始乱飞了是吧？你再改大一点，是吧？就飞得更猛。我们需要把这个湍流啊稍微设置小一点，比如说1000。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会被这个湍流吹得到处跑。我们想让它就锁定在画面这个中间怎么办呢？不知道记不记得上节跟我们说的这一个这个 follow position， 就感觉在它中心点扯一根线扯住它，数值越大呢，这个线就越硬。我们比如说1那么它就不会跑那么远它总是有根线在这扯着它不会跑那么远。那这基本的设置就大致完成了但是我这个案例用的不是方块，方块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是正方形的面，对吧？它就这些顶点的话，它比较稳定，很稳定的话，它的表面就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波动。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形换一个形状就好了。比如说我选这个多边形，我们把这个方块关掉，我们直接把这个替换到多边形上。我们播放看一下，我们把多边形的这个面也给多点，它默认是1，我们给多点，比如说给个5，我们看一下，我们尽量不要选三角形的多边形现在是这种三角形面的，因为三角形比较稳定，我们选一些比较曲的形状的，比如说这样子的，我们看一下什么效果，有意思，形成一个这样子的结果了。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样子的有什么效果？哇！嘿，这有点像那个宠物小精灵里面的那个什么毒气弹一样的小怪物充了气以后变这样子。好，我们还是面数改小一点吧，模拟力太慢了。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微调，比如说把它的充气的数值稍微减弱一点，比如说20。然后呢，我们把它这个松弛程度再改高一点。把这个 structure 改低一点，B， 就让它这样子滚动，这样子晃的比较猛。我们把 turbulence 呢，这个 scale 放大。scale 放大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咱们是在做一个，咱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图，这个地图我们把它放大以后，那么地图上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大，对吧？越来越大的话，它的这个风就会比较有指向性它不会到处飞了把它搞大一点。好，你看它就会变成有趣的效果。哦哟，我们把这个时间的长度搞高点，比如说300，让它多转一下可以再高一点。哇，这个动作就有点这个动作有点猛，我还是要把它拉回来，所以找到这个 follow position 改成2，就让它别到处跑就在画面中间，还是到处跑这个歌怎么不停止挥？3应该不会跑了吧？力应该比较大了，3不会跑了，就反正这里，然后把这个数值稍微改低一点好，我们呢还想把它变得更松弛一点，因为感觉现在还有点吹得很高的，吹很大的感觉。我们把 soft body 呢，我们找到 pressure， 改小一点。这样子会比较有趣，吹的到处飞，这个可以改为0了，感觉
啊，松弛程度呢可以稍微改高一点，300。哦，还是200吧。这个可以改为1了，我感觉这个都不怎么需要，感觉。哦，哇，这改为1可能不行，改成5。反正你改成不同的数值呢，压力不一样了，它被吹起来或者被扰动的这一个感觉就不太一样，是吧？这就变成这样子了，扰动数值再改低一点，就看你自己的想法啊。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它这个可以随便的怎么调。好，当然你把这个图形改成其他的图形，它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了。你看，哎呀，我先玩一下啊，看看什么好玩的效果出来没有。哇，这什么呀？这不对，这个，看这个，不行，还是得用这个会好一点，还是用这个好一点。好，既然我们完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奇怪的变形运动呢，我们接下来怎么把它丰富化呢？把它变得更加的有结构、有层次呢？我觉得 CD 里面比较强大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动态图形模块，可以把你的物体进行一个简单的改造。那我们怎么把它做的比较有像那个腰花一样的感觉呢？腰花上面像那个触手一样的，可以互相的这样子碰上来碰上去，那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所有的面啊，全部都把它挤出来啊。把它挤出来，我们用什么工具呢？我们可以首先用在 MoGraph 里面有个叫 MoExtrude， 你点一下，把它放下面。这个 MoExtrude 有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面啊，每个面进行挤出。但是默认会是4的分段，不需要4的分段就会，你看它分了四节，就特别卡，改成1就好了。1的话，你可以然后改一下它的这个挤出高度，是吧？那么就形成我们的腰花了。就直接出腰花感觉了。我们播放看一下，这里就特别小心了。当你用这个挤出什么的，然后它会变得有问题。就如果你直接丢下去的话呀，它会按照你的整个物体进行模拟，而不是说在你模拟的基础上挤出。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在这里加一个connect 物体，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把这个物体呢整个归为一个物体啊。这个办法也是一位朋友哲明告诉我的我搞了半天也没搞出来啊。加一个 connect， 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物体了。这样的话，然后你在 MoExtrude 跟 connect 按住 Ctrl 加 G 打个组，打组的话，那么这个动力学模拟它就会单独模拟它自己，不会再去模拟你 MoExtrude 挤出的东西了。我们看一下，是吧？其实就是在模拟的这个物体上挤出这就我们的腰花了啊，是吧？有。那我们还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一个修改呢？现在咱们的腰花之间的就是之间可能有点太近了，我想它腰花之间可能有点的空隙，因为有些还穿插在一起了，该怎么办呢？我先把腰花给关了啊，这个挤出给关了啊。我首先把它们的每个的面啊，全部都稍微缩小一点。那该怎么做呢？我们同样的在这个空物件下面，我们找到 MoGraph 里面的 Polyfx， 按住 Shift 键把它拖到下面来。Polyfx 意思就是说，它能控制每一个面的这个缩放或者位移和旋转。我们把这个加一个简易效果器在这里把它放下面，加到这个 Polyfx 上面。简易效果器有意思，就是说它是简易的嘛，它就能控制位移、缩放和旋转。它现在默认是给了一个位移可以看到它就把我的每个面都进行了100的这个位移但是我们不需要把它关了，我们需要的是缩放 scale 然后点下 uniform scale， 就是说它 x、y、z 会同时一样的缩放，点下勾，我们把它缩放一点点，缩放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挤出，这样的话就能稍微避免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穿插。那么这个我关了这个，你看到我打开这个，就是中间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缝隙在这里会稍微好看一点是个微小的操作腰花来喽，就这样。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个大体结构已经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就是优化它，把它变得更有趣。那现在咱们这个动画有什么问题呢？就现在咱们这个动力学吹着它这么转呀，它就是整体在转，而不是它内部的这些物体在这波动的感觉。我们还是想让它做出波动的感觉，我们还是把这些我们做出的腰花什么的，先把它关了啊。先看看这个物体是可以能不能把它更优化一下。我们把这个压力减少一点试试，减到2。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能否把这个物体的改一个图形，播一下试一下，把这个湍流稍微改一下，就是让它别整体在转，让它内部在转。我们还可以把它的这个旋转的锁一下。刚才不是把位置锁成3了吗？把旋转也锁一下 ，for the position 也锁成3，别它这里疯狂转。这样感觉有意思一点。好，我们要打开一下我们的腰花，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哎，这个腰花就有点意思，它会有这种互相挤压碰撞的感觉啊。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模式，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哎，这样的话，我们的腰花动起来就比较灵活了，对吧？就没有像之前这样子在这里疯狂打转了，是吧？所以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可以把这里 for the rotation 把它改一下，改成3，让这个锁住一下。那这样的我们腰花就显得特别的好吃。哎，好。当然这个锁的有点多，你改成2，别让它锁太多。哇，又转起来了，好吧，还是3吧。那2.8行吧？别转好不好？求你了。可以，那这样，好，这一个简单的一个这样子变形腰花就已经做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渲染设置一下，让它变得变好看吧，是吧？这个菜你要做的比较有意思，是吧？我们打开 Octane， 我们首先建一个地面，把地面呢放大，放很大，其实就是无穷大，稍微摄像机往上面挡一下。这样的话就把上面的这样子的东西给遮掉了。然后呢，把这个地面往下挪一下，因为我们腰花是悬空的啊。我们再入一下，好，再入一下之后发现就一个这样子的结果，也不是很好看。我们把这个渲染模式把它改成 path tracing 然后这里2000这还是保留16吧这里 GI 改成10就好了我们给它上一个 body 材质，点 create， 找一下 material， 把它丢到这个腰花上，然后呢，我们把它改成 body specular。我觉得这个水晶腰花比较好吃因为像玻璃的话，中间会产生很多的这样子色散结构，我觉得是特别好看的。然后我这个地面呢，给它上个蓝色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玩了，因为这个我觉得对于材质而言是比较简单的，你就改个颜色就完了，对吧？改颜色就完了。这个蓝有点不好看，稍微再淡一点。好，我们给个摄像机，然后呢把摄像机的这个毫米数调高一点比如说135。我们简单动一下看一下，哇，大家可能看到里面很多黑的原因是在于你的这个这个 specular 的深度不够，当改成32的时候，黑的就少了，再改多点64，那更少了，是吧？不过你改的越高的话，它的渲染速度就越慢。我一般用32也行了，这种情况稍微有点黑的还行做出一些这种结构出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做一个灯光了。我一般喜欢用 HDR 的灯光，比如说你载入一个环境灯光，我们找一个，比如说我用的灰猩猩的，这里有些灰猩猩的这样子灯光，随便找一个，比如说这个可能不好看，换一个。不同的这个环境灯光呢，环境 HDR 就不同的这个画面效果，是吧？这个有点
太高了，改低点。好，这个大家就觉得就是自行的可以玩了啊，只是这个动力学效果已经有了，这种腰花效果。地面你可以稍微做一点反射出来改成 glossy， 让它稍微有点反射。好，然后呢，我还喜欢在这个玻璃之间加点色散。我们找到我们的 dispersion， 把它调高一点啊，玻璃就会有这种色散，看见吗？当然，色散的话渲染比较慢的，所以大家要小心啊。你电脑不太行的话，你就别加这个了，然后渲染半天都没看到效果，现在比较慢啊。这是一个非常大致的一个这样子的演示啊。不过这个腰花动起来是蛮好看的，因为它这种腰花的这种这种互相碰撞啊，互相这种感觉啊，还是挺好看的啊。我们这个腰花的这个部分就先做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前置的这个前腰的一个镜头动画，触发它，让它爆炸。好，我们这个动画呢是没有 K 任何关键帧的，它就直接用动力学模拟它就出来了。首先我们在这个动画发生之前，我们需要把它先隐藏掉啊。我们先找到这个腰花，然后呢，我们找到它的这个可见度，把可见度先把它关掉，打上关键帧，然后到第一帧的时候让它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要加一个的是那个它的触发动画，所以一开始是没有的，是吧？然后触发它出来。看咱们动力学也是的，一开始呢是不会有动力学的啊，把它关掉，打关键帧，到第一帧的时候让动力学出来。然后可以把整体这个时间就往这边挪了啊，我们可以，那我们在前面就加一个我们的触发的动画就行，是吧？触发它往这边有动力学。那么这个触发动画是怎么做呢？啊，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啊，比如说还是用个方块，我们这个方块变形成刚才那样子。我想的是这个方块这样子挤压，然后变形啊。那么这挤压的感觉怎么做呢？那 CD 里面它默认的有一个叫这个 Budge 工具，点下 Shift 键把它加到下面去。这个工具的作用就是非常有意思，它可以变形你的物体，但是你方块的话，你把你的放的点要加多，它才会变形。比如说你把它改成10点多一点啊，然后你再用这个，它就会这样子变形，对吧？我想的是这个方块，然后它膨胀的时候就变成咱们刚才的那个动力学的模拟啊。好，那我们就 K 动画就好了。首先呢是没有的，然后到这里的时候，随便找个时间让它膨胀，这样子蓄力的感觉，然后呢再让它膨胀回去，这个动画 K 好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刚才的动力学的起始的动画把它对齐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有点非常卡的感觉，没关系，我们等会儿试一下关键帧就好。好，那么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它最后膨胀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就消失，然后再接下一个动力学动画的出现。我们把这个方块把它K 一下消失动画，先这里打勾，然后到这一帧它就消失了。好，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动力学动画对齐上去，看一下，动力学的话感觉卡了一帧，对吧？所以我们把动力学的这个位置稍微往这边挪一下，看一下，嘣，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个办法让这个动力学别这么卡，因为你动力学你每次播放它都在模拟，对吧？我们先把动力学给烘焙掉。我们找到动力学，这里它有一个烘焙，你点下烘焙所有，好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自如的这样子去查看了，就不会让你每次都重新的这个模拟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腰花就爆开了，是吧？好，我们前面要控制一下这个曲线，让这个
那个挤压的感觉让他觉得他真的是很用力的在挤压，而不是随便这样子压一下，是吧？之前的随便。我们把这个方块打开一下我们的曲线面板。现在这个挤压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先把它这个地方拉长一下，让它这种很快嘣这种感觉，嘣。好，我可以把这个整体的时间呢稍微再整体的往这边压缩一下，这也是的，压缩一下。然后呢，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爆炸的那一瞬间，它这个腰花就开始有这个腰花效果了，但是可能是爆炸一瞬间还没有，等爆炸之后再有。我们先把腰花把它给就控制它一个高度首先一开始应该是没有的，不需要有腰花效果。然后呢，它模拟的时候再让它长出来，99对吧？好，看一下。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腰花长出来了，才在模拟，应该是这个动力学的一个 bug。我们把动力学的这个缓存先把它清掉，然后再把它缓存一次。好的，我们再看一下。感觉这里慢了一帧呢，我们把这个帧调一下，现在感觉慢了一帧。爆炸这一瞬间，其实就切了把这个腰花把它缩短一点，然后把整体的往这边挪一下。好，控制一下这个消失动画，往这边挪一下。这个方块的消失动画往这边挪一下。好，把下面这些动力学的往这边挪一下。感觉还闪了一阵，再往这边挪一下。这样就接起来了。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消失动画再提前一点。那么就有一个前面的这个方块的一个压缩的这样子的前置动画。好，还可以 K 一下咱们这个前置动画的曲线。后面它爆炸的比较猛一点。好嘣稍微再挪过来一点。好，这样的话就有这种感觉了，爆开是吧？然后呢，我想让前面让它有种蓄力蓄的很猛的感觉，它就浑身发抖的感觉。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找到这个方块，我们右击给它新加一个叫 vibrate 抖动。然后呢，我们让它在这个旋转的方向抖动，点一下打勾，好，让它抖动只有非常小的抖动，比如说只有2的角度，那它就会有一个2可能还小了3，然后它抖动的频率稍微高一点，比如说10，就会嘣嘣，前面有抖动的感觉，就感觉它真的蓄力的很大，是吧？10可能还少了，我们再调高一点，比如说有20的这个频率，特别快，让它好3可能少了5，这值的话就是慢慢试出来的。15吧，这里可能抖得太猛。10，好，差不多。我们这个水晶腰花的前面的这个前置触发也做好了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这个主角呢是这个妖花。好，那么这个小案例呢也就这样子完成了。